那最吸引人眼球的表述就是那句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这句表述很多人认为是外部的斗争矛盾压力会持续增大，我持反对意见啊。我认为这恰恰说明贸易上的斗争暂告一段落，明年的出口大有保障，顺差会进一步扩大，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打好金融这张牌。贸易和金融一定是两条腿走路的，不然产的越多卖的越多，在人家的金融规则里被抽的油水就越多，原材料抽一道，运输抽一道，贸易服务抽一道，利益分红抽一道，汇率再抽一道。如果之前的分析，美国现在收缩到西半球真正的意思是要在南美原材料到中国制造业这个巨大的财富洋流里截留财富，雁过拔毛。所以美国的西半球策略本身就是看多我国明年的货物出口的强大制造业能力和增长的。博弈的重点就从军事和关税围堵到我们家门口来，变成在金融层面上大家用如何卡位、阻击、突围争取各自最大的利益上的博弈。11月19号，中金公司合并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真正的目的我认为是为下一个阶段我国全球海外并购和投资打造金融正规军。中金在95年建立的时候，摩根士丹利就是老师。那么投资公司在海外投资和资产并购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目前我们海外投资都只能依靠外资的投行，荷兰安氏半导体的收购具体的执行方案就是德银给主导的，那埋下了一些隐患就在所难免。如今我们单月破万亿的顺差，但是外储这么多年都一直维持在 3.1 万亿之间啊，那这钱去哪儿了呢？其实就是在全球进行投资，购买核心的资源、矿产、石油、土地等等。实际上资源的流动才是财富，而国际经贸斗争实际上就是未来资源流动带来的这个财富的斗争。未来随着我们的经贸顺差持续扩大，金融领域的这条腿得必须跑起来，进而形成一套以我国内循环为核心驱动，适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离岸外部循环。以前是国内一盘棋，未来是国际一盘棋。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这里面的关键不是说今年这种关税贸易战形式的大打出手会加剧或者重演，而是美国实施的全武行失败之后转为利益博弈的应对策略将以文斗为主，猫腻呢特别多，咱们要积极应对。